我感到一束光把我点亮，固执的发烫，那会是谁和我一起？我拼命追，不在乎疲惫，我想要这一种幸福，不甘心被生活打败，我相信梦的存在，等到最后都习惯了奢求，这梦想变成了幻想，我还是学不会去放开。我想要这一种幸福，有你的肩膀可以来，有一份爱去灌溉，等到最后都习惯了奢求，也许美好并不意外，我还在这梦里等待我的未来，我的未来。我看到一扇窗，灯火闪亮，忍不住张望，那会是谁如此完美？我拼命追，不在乎疯狂。好，那这套就这套。301手完。那这套呢？1单元402手完。2楼1单元302手完。小姐，我们要这套。这套吗？哎，对，就这套。 7号401，401卖掉了。对不起，刚售完，你要不再选？那套吗？哎，对，就那套。刚才那整栋楼都被温州人买走，你要不再选一套？我们有什么可选的呀？拣选号给温州人全都买走我们随便按。那2号楼201可以吗？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好房子都看得见，就买了张，这种别想要买给我们。6号楼，对不起，下一位。就那套，刚才那套。2号201吗？对不起，刚售完。好，6号302。姐，这现在买房子怎么跟当年买认购证一样疯狂？比商场过季打1折还要可怕哎！人商场至少打折，你看这儿不打折还疯涨。算了，走吧。哎，户口本呢？徐丽。啊？户口本呢？你放哪儿去了？你要户口本做什么呀？我呀，怕丢掉了，专门放一个地方。来。哎，你在哪儿啊？哎呀，哎，你去哎呦，就这么大的地方，我怎么给忘记了呢？到别的地方去找。哎呦，找什么户口嘛？哎，不是说去填表登记吗？你要去迟了，人家不收了。哎呦，又不是小鬼投胎，急什么呀？你怕人家忘了你啊？不是妈，到时候人家都拿钱走了，就剩下我们家怎么办？剩下不好吗？哎呀，人家拿钱是喜，我们拿钱是哭哎。哎，不是，你
什么意思啊？人家拿钱去买新房子了，我们拿钱，哎，够干个什么呀？哎呦，现在哪有是造一个20平方米的给你啊？哎，即使给你一个40平方米的，还在郊区，让你贴个10万8万的，你有钱呐？那妈，你的意思是，不搬，不去登记，就这么待着。这能行吗？妈是老江湖，我们照妈说的去做。哟，老婆回来了，今天包饺子犒劳你们。呀，怎么还早没回来啊？怎么了？看的房子没有一套满意的2天看了7个楼盘，没一套满意的。哎，给我倒杯水。看的不都是新房子吗？怎么还不满意啊？现在的新房啊，无非就是2种情况，一种呢就是小区里的精品啊，都是吊起来卖的，好是好啊，价格也贵得离谱。如果均价1万，这种房子至少1.5万以上，还是大户型。另外一种就是一听说哪儿开盘了，我们跑去一看，嘿嘿，开发商先卖的都是些边角料，价格呢是给你一些优惠，但是问题也多得不得了。再往后，越开越贵，越炒越高，简直房价高得离谱。再炒，它也得有市场吧？价钱定那么高，没有人买，那房子不是还得闲置吗？这得占压多少资金呢？所以我也觉得奇怪，房价都高成这样了，怎么还有人买房子跟不要钱一样的抢啊？什么破房子都得排队领号看图纸，我稍微犹豫一下吧，后面的人就把你看中的给买了，再犹豫一下，半扇楼没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怎么能正常思考去挑房子呢？啊，像什么房子质量好不好呀？下水通不通啊？楼板隔不隔音啊？楼间距离到底多少啊？得房率到底多高？完全不知道，一概蒙着买。我就琢磨，我说房子疯涨成这样，按照市场规律来说，哎，该跌了吧？可苏轼，你觉得它有跌的迹象吗？而且还有这个开发商，现在是鬼主意越来越多。你以前开盘你好好开就好了，现在还要搞什么开盘前的内部销售？你懂吗？什么叫内部销售？不知道，就跟过去买彩电一样的啊，还要走后门托关系啊！今天这个房子就是海藻找人的，说是什么内部认购，真正的开房要到半年以后。哦，那今天走后门看的房子情况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就2个字：太穷。不到售楼现场，不知道自己穷。人家都是开车去的啊，老公开一辆，老婆再开一辆，我呢？我跟海藻2个人挤公共汽车去的，还有人家填的那个单子后面一串串的零，我看着都害怕，数都不敢数。连售楼小姐都穿 Polo， 我还穿美斯特邦威呢。Polo 怎么了？你那什么邦威不是也是个牌子吗？这满大街人都穿的是 Polo。你说那个现在超市那售货员老太太穿的那位不也是迪奥吗？那公交车上谁不都拎一个 LV 的包？倒有几个是真的，都是假的呀！你要想要，明儿我给你买个 LV 的围裙。哎，那人家开的车是假的吗？怎么这么多人这么有钱？你说我们俩好歹也是大学毕业吧？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人家看我们也是白领吧？啊，也算个中产阶级吧？你说我们这个中产阶级为什么就买不起房子呢？咱们哪算中产阶级啊？那中产阶级起码税要交到30%以上。可我听说在美国能买得起房子的，不就是可以称中产阶级了吗？哎，那是美国，国情不同。咱中国人呢，什么都讲个拥有，哪怕只能拥有70年，那也得拥有。不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中国人的写照。所以我说啊，为了后代能有口饭吃啊，我们这代人应该想开一点，多少捐出一点来啊。
让社会也平衡发展一下。不过我估计啊，看不懂这个道理的大概只有我们中国人喽。你说我们买房子为什么呀？我俩买房子为什么？不就为然然吗？啊，我们这些人钞票不能留，金银财宝又没有，只好买个不动产让房子保值喽。哎，这帮奸商真是的，早把中国人的人性研究透了。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啊，是你逼着非得给孩子买房子。你说等到然然结婚的时候，啊，他住着眼看到期的房子，能不着急？不能，你得帮忙。再说然然那个时候说不定已经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了，对你留给他那套危房，他能放在心上？哎呦，看看以前的发展，哎，有哪套房子能撑到70年的？30年不到就更新换代了。总之啊，你口袋里的钱啊，他们会想办法把你掏出来的。总之啊，你口袋里的钱呢是留不住的。你梦想的给孩子啊留2个钱，那是留不住的，不可能的。这日子过的，真还不如我爸妈那会儿呢。至少人家在最困难的时候实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，我好，估计要欠一屁股债，欠一辈子。那我爸妈还养2个女儿呢。那我爸妈还养我们哥仨呢。是啊，我养一个都艰难，你要是说现在让我再生一个，我立马死给你看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你话不能这么说呀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跟世界接轨。咱们光羡慕人发达国家这个好那个好，哎，既然什么都好，为什么他们出现人口负增长呢？为什么加拿大要从中国移民呢？这都是世界课题，你也别老说中国。再说哪个发达国家的人不都是负资产呀？越有钱的人富得越多，你有能力富，你就越有信用。你一点不富的，在这个社会上连一点立足之地都没有。你还不要搞错啊，银行让你富，那是看得起你，那是相信你的能力。你要想富啊，还真得要有点本事才行。啊，负债就要跟世界接轨啊！啊，你没听过那句话吗？消费要向欧美看齐，收入要向非拉看齐。哎，这叫全方位的立体接轨。左牵黄，右擒苍，一只小手拉着发达国家，一只小手拽着落后国家。我不落后。你别打岔，没说完呢。做全世界的中坚力量，这最符合中庸之道。还中庸之道呢？那我都买上房了，马上我不能算落后吧？啊？咱们当然不能算落后了，都能吃得起饺子。啊，对了，这肉多少钱一斤啊？还行啊，还行。回来啦！哎呦喂，累死了吧？啊！好了，来，你知道我刚干嘛呢吗？我看那杂志，我练瑜伽呢。哈哈哈哈！我说你这个姐姐呀，老是侵占我的福利。本来我们俩今天是要爱爱的，现在只能沦落成我给你按摩了。你不知道我今天有多累，我走了1天了。哎呀，我估计明儿早一起来，我脚肯定起个大泡。哎，你说我要是这么走1个礼拜，我脚底下会起老茧，会埋下鸡眼的种子吧？啊，你会不会不喜欢我了？怎么会？你再长鸡眼，我也喜欢你的。我太同情我姐了。为什么？你是不知道买房那个火爆劲儿啊！啊，让我有一种容颜即将喷涌而出的紧张感，那场面真的是太恐怖了。我怀疑啊，我这辈子都买不起一套房子住了。那我们就赶紧结婚吧，我们结婚攒钱买房子，要不我们就错过这波了。买不起就租呗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，咱非得买一套房子啊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累呢，喂，现在，老板，今天不是礼拜6吗？我今天不太舒服，你让佩佩去行吗？什么？都在啊。我从这边过去时间会挺长的。
好吧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拜拜。老板说一个客户要见我，让我现在打车过去。什么要见你啊？还不让你陪他们去 K 歌？你说你们这老板为什么呀，老让你们去陪他们去干这种事情？哎呀，人家客户来头挺大的，档次又高，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他们只是想让我们去陪陪聊聊天，又不干什么。哼，你的工作包括陪聊吗？我已经忍无可忍了。哎呀，又不是每个员工都知道米兰昆德拉是谁，看得懂《百年孤独》，知道点笔画派在印象派里哪一段的。他们又不是为了找乐才去 K 歌的，他们不过是想找一个灵魂按摩师，俺就是他们的灵魂按摩师。好，我的灵魂按摩师。你乖乖在家等我吧啊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可能会晚一点啊。女孩子混世界不容易哦。小贝，你赶紧存钱娶了我吧，这样我就不用把我的学识都用在陪聊上了。走了啊。按摩师早点回来啊。我宣布，这次的换届选举大会顺利结束。每天堆在文山会海里，跟随领导四处拜访，真正是披星戴月。宋思明就一感觉，累。好，好，没问题。在办公室里，宋心里竟有一丝夜宴之后的空虚，总有一点点是自己放不下的，却想不起来是什么。很久没有见到那个梦游的女孩了，不知道她这个时间在做什么。莫名的，宋仿佛看见海藻在灯下托着腮遐想。窗外夜色如水，他忽然忍不住想给海藻打一个电话。喂，喂，小郭吗？一起上啊！郭，我是宋秘书。哎，你好。不好意思，我那个钱还没有攒够。啊，没有，我不是催你还钱的。怎么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个形象？我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。啊？打招呼？海藻10点半。哎，您好。你不在家啊？我以为这会儿你都应该休息了。我还在加班呢。现在还上什么班啊？我们老板请人娱乐，在新东路的优派 KTV， 让我们作陪。啊，是这样。好吧，再见。姑娘们，一起来！来！海藻，郭海藻啊！快，陪孟老板喝一个。这是我们公司的海藻。好，哎，坐，再过来坐。海藻拿着酒敬孟老板一杯，好啊！孟老板是咱的衣食父母。来，干一个。我敬您。好，我先干了啊！来，咱们也喝起来，来。宋思明心里忽然有些失望，他
他勾勒的那个场景，原来不过是自己内心的镜中花。纯粹的女子，在这个纷杂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，不过是自己的一个幻境而已。那种略有些苦、略有些甜的滋味，让宋思明感觉自己又回到了18、19。显然，以他的身份和年纪，已经不需要假扮清纯了。他可以招手即来，挥手即去，想要什么，甚至只需传递一个眼神。这样的日子是他在毛头小伙年纪特别羡慕的。可终于混到这个身份，他怎么又开始走回头老路了呢？宋思明暗自决定，如果海藻从 KTV 出来，像只惊慌的小白兔，穿着洁白的长裙，在夜色里四下环顾，他就会从暗地里悄悄尾随，默不作声地给他披上自己的风衣，然后鼓起勇气，在夜色的掩护下拉着海藻的手，义无反顾地走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孟老板，我看你这样今天是喝多了，还能喝？你肯定能喝。给我照顾好这孟老板啊！我一会儿过来了。哎呦，慢点，赶快直接就走啊！孟老板，我不送你了啊！哎呦，孟老板，开心，高兴不高兴？高兴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海藻过来，孟老板知道吧？我海藻完全不是宋思明设计的那个场景。海藻既不是长裙飘飘，也不是四下环顾，却是在一个男人的怀中半推半就。宋思明怒火中烧，又拿起酒瓶砸醒那个不停拍海藻的醉鬼的冲动。不过多年工作练成的耐心，让他只是思想跑过去撒了一回野。整整2个多小时，两人除了问地址，没多说过一句话。
海藻内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，就好像心是阴天快要下雨，不舒服，苦苦的涩涩的，揪起的疼。哎呦，郭姐，看什么新闻呢？让你这么痛苦？你跟我说说。我现在一翻开报纸，看到整版的楼盘广告，我这气得一口饭都吃不下。这房价涨的，没有最高，只有更高，不停的更高，越来越高。那天我统计了一下，你知道现在楼盘广告出现最多的字眼是什么吗？奢华、别墅、豪宅。全金口装修，一梯一户，什么名士气派，什么尽享尊贵，然后配的那些图片都是24小时灯光游泳池，还有什么高尔夫球场，还有什么印度包头门卫，还有什么那个什么英国管家，哪儿跟哪儿啊？这些跟我郭海平所要的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。郭姐，那你想要什么呀？家，我要家。交通便利，有菜场，附近有学校，有医院，有卫生所。哦，对了，那天我问一个售楼小姐，我说你们这儿有菜场吗？你知道她怎么回答我？她说菜场，对不起，我们这儿没有菜场，但是我们这儿有私人会所的雪茄吧。雪茄吧，抽烟还要到吧里，烧得慌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感情，这现在的楼房根本不是为我们这种人造的。依我看呢，这追捧热潮的都是囊中羞涩的你辈之流。哎，这个趋势很是讨厌。你要是追，就永远被人牵着鼻子走，彻底卖身为奴，银行的小打工，工作是一天不敢丢。你要是不追，看现在造房子这气魄，个个的都是落地玻璃门窗，以这地段造价，我看这房价肯定是回不去了。郭姐，你都想不明白，现在在江州这种地方造游泳池干什么呀？一年就8月份开1个月空调的地方，难道夏天游泳，冬天养鱼啊？这设计图纸的人脑子一定有问题，肯定有问题，全家都有问题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哎，你过来看看，我笑死。这有一个开发商老板的这个肺腑之言，你看，其实群众有个误解，认为房地产商造别墅赚大钱，可是造别墅承担的风险要比经济适用房高，因为所谓的别墅有容积率和绿化率的限制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就不能把别墅排列得太密，否则也不会有客户前来购买。而且投资别墅往往投资大收小买，一栋别墅从个体上看好像很贵，几百万、上千万，甚至几千万。从占地来说呢，并不如经济适用房的收益高，因为同样的面积，经济房可以卖几十层楼的上百套。所以，开发商投资别墅是需要有魄力和眼光和勇气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开发商们都是活雷锋，本着亏本的精神，宁愿给富翁锦上添花，也不愿意为百姓雪中送炭啊。这种广告你也能信？要我看，这种广告你要信了，母猪都可以上树了。那都是托儿，一只手交钱，一只手交货。头版鼓吹男士升值空间巨大，尾版男士肯定有房开盘，联合起来做秀的。可你看人家这个秀做的多有效果啊，成天人心惶惶的。现在买房就跟春节前买菜一样的，就怕民工走了什么都买不到。这早买也对呀，你看，纵观历史，这房价什么时候跌过？解放的时候一套租金几毛，到现在大方向还是涨的。就算是跌，那也是暂时的，是为了积蓄能量，让以后大涨。就说解放前的香港吧，那多土啊！江州那时候看香港那都是乡下，你再看人香港现在的房价，那是什么价？嘿，
要我看呐，这江州的房价迟早有一天涨过香港。再说了，现在全国各地的人民都往这儿奔，多少那外地的大学生毕业以后留这儿不走了，又有多少其他地方的人觉得自己稍微有点才华，不甘趋于人后，又拖家带口来了。要我看，以这种城市的扩容速度，这房价还有的涨呢。行了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半年又吃不下饭了。哼哼，让你吃不下饭的事儿还有呢。公司刚才新来的那个小张，挨个发请柬呢，好像是29号要结婚，准备礼钱吧。怎么这么多人结婚啊？我29号还结婚呢，我才不去。海平的第一句感慨是真的，结婚的人太多，而且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，隔几代的远亲，N 年不见的同学，以前单位的同事追着电话套近乎，还有脸儿都没混熟就又跳槽走的新人。送出去的钱都是绝对没机会收回来的，除非自己离一次再结。搞不好这些人真的是为了募集房款，不停跳单位，不停结婚办喜酒。后一句是假的。海平决定不掏冤枉的份子，随口编了句托词：郭姐姐，请您喝喜酒。哟，真好，双喜临门哈！这刚刚通过试用期，马上要当新娘子了，真好。不过那个我好像29号呀，我一个朋友也要结婚，可能去不了了。不过没事，我先恭喜你啊，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啊！不冲突的，我是28号。28号。对啊，到时候恭候你大驾。小吴，哎呦喂，你看，真是不巧。我晚上28号满月，我可能去不了了。那个，我就在这儿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那谢谢啊，那我走了。为什么不先问你啊？我才不去，就不去，偏不去。陈四福，海藻的老板，这2天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摸不清楚出什么状况。中山公园附近的那一块地就要投标了，标书到底怎么写，心里没底，而宋秘书却消失了。打电话不接，去办公室给拦架。这祖宗到底哪儿得罪他了？说翻脸就翻脸。陈四福忽然想到了海藻。大哥，我这都找了您好些日子了，也没您什么消息。别大哥大哥的，听着像黑社会。叫我宋秘书。大哥，我真是有急事儿，过2天可就是标书的截止日期了，您给个话，这我心里好有底呀。这次是公开招标，我们不会干预，你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成不成呢要看自己的实力。关系突然就被拉开了。前几次陈四福叫他大哥，宋思明都默认了。可现在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陈四福心想：得，前一阵大把的票子算白砸了。看着那张不阴不阳、不冷不热的脸，陈四福真想一拳打过去。大哥，我真的是，我求求您了，这几年的好日子我都没赶上。我们要是再这么不死不活的混下去，早晚让人家给吞了。您就看着咱俩是老乡的份上，帮兄弟一把。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是永世不忘。开公司做生意，这旁门左道一点不会，肯定是要吃亏。
但你也不能拿那些个女孩子的尊严去换自己的利益。一个男人要靠自己的本事，而不是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旁门邪道上。回去吧，想明白了再来找我。不是大哥，我这真是，我这正忙着呢，你先回去好好想想。我送。海藻，明天下午啊，还得让你帮个忙，跟我去一趟宋秘书那儿，你可千万不要推辞。要不这样，海藻，我呢就不过去了，你把这标书呢送给宋秘书去过公务。你在宋秘书那儿为我们大家多美言几句，事成之后你放心，我们是绝对不会忘了你的。你看怎么样？好。海藻，太谢谢你了，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啊！谢谢啊。小贝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别吓我，你这么严肃，我特害怕。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需要你支持我12000，我要得急，马上就要，我一有钱就还你。不是，我们两个人需要说什么借还这种话吗？啊？你先说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就是上次，我姐姐要用钱，我找你借，你不愿意。后来我偷偷找别人借了2万块钱，现在人家催着要了，我拿不出来。这张是9000，这张是13000。明天去趟银行把钱取出来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赶快还给人家，啊！这个就够了。海藻，上回你说你姐借钱，没借。其实我挺后悔的，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，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我真的不能体会你的那种感受，真的。但是我后来一想，我说如果我和你
不能开开心心的一起攒钱，一起买大房子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啊，你说呢？你姐让我把全部的钱拿出来给她，我承认我做不到，但是1/3，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。这样你可以快乐一点，我也可以安心，还能帮助到你姐。你说呢？3全其美啊！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在我这儿没什么大事儿。明天你把这个钱取完之后，里头还剩2000块，你拿这个钱把自己的户头存一个整数，啊，然后，我们就开比了，看谁存得多，看谁存得快，好不好？鉴于这个基础之上，我必须给你提一个建议，就是郭海藻同志面对于工作啊，这样3天打鱼2天晒网这种状态，我要提出批评，因为你老跳槽这事儿真的特别不靠谱。你想啊，你跳槽之后钱也不能涨，也不能升职，我们这个家庭收入也缓慢，真的不好这样，好不好啊？踏踏实实的努力工作多好啊！怎么了？说你2句还不行了？哎，好了，这样你要是不开心，咱们不工作都成，有我呢吗？我养着你啊，好不好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我得养着你啊，我带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好不好？带你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。小贝，好了。哎呦，你们这些女人真是的，什么事都没有，跟哭成这样，太矫情了吧？啊？我爱你吗？夜深了，我还为你不能睡。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，左右为难的你，不知怎样去面对。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。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，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，转身的一瞬间，你出现在我身旁，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对你的爱深不见底，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，屏住呼吸，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，它让我们慢慢地靠近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你一直在我世界里。我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，说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，只因为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，真的